别了，姓曹的小孩儿，你想先死也行。守护灵，竟敢炸我！哥，你回来了。够了，让曹延兵回来给你们多烧点纸吧。曹彦兵，哥，拆了我的墙，进了我的地盘，打了我的弟弟，吓唬我的女人。喂，这个账我要好好跟你算。我以为是谁呢，终于出现了吗？曹彦兵，哥，他和10多年前那些人是一伙的。我有很多话要问你，但我知道你不会说。你说话还真是有意思。你不说，我就把你打得半死。你的求饶，就当作是你的答案。听明白了吗？曹彦兵，你知道我是谁？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姓名、黑尔，坎普，职业、王国特别骑士，目的。夺取曹学亮的守护灵。哥，他的目标还有灵魂树。还有灵幻树。10年前，你们也是因为灵幻术而来，是不是？是。不过那次不是我，那次任务是别人执行的。是谁指示你的？我不知道。说。王国组织是一个特别大的组织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喽啰。再往上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你这么弱，确实很像小喽啰。哥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的守护灵是岛津义弘。岛津义弘。孩子，不懂得什么叫缓兵之计。你再过来，我就弄死他！祭灵人死，守护灵也会死。什么？原来你不是他的守护灵！
出来！主公，你已经证明自己作为继任人足够强大，放我出来！我真的证明了。我相信本泽并未怪过你。小亮，曹彦斌，文泽虽至，虎视定会奋勇当先。你快醒醒啊！我要为文泽报仇，我和你等这一天都等了10年。虎视单求一战，是，冲！刚谢谢你。小亮，赢了。忍者之神，服部半藏。这些可都是玲玲爱吃的。对呀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这么多人！哎啊，来，我出去看看，你交钱。好，哎，你可别跑远了啊！灵怀之火连吞2界，看来服部半藏已经完成了摧毁灵怀树的任务，想必灵怀之也已到手。服部办事，我一向放心。他可是初代服部半藏的后裔，身上流淌着忍者之神血脉的人。那个是通界之光。报告统帅，火光的出现点似乎是罗刹街。罗刹街在哪儿？
妈，玲玲啊，你在学校吗？你有没有看天空啊？我正在看。那天上的是什么呀？很大的，好像是一座城市，里面还星星火火的。喂，妈妈，我这儿信号不好，一会儿打给你。哎，喂。哦，是你，你是视频上那个叫什么鬼畜三通？是鬼符三通。鄙人正是鬼符三通，承蒙火将军之名，深感荣幸。那斧头是你的吗？是在下的。赔钱，看书赔钱。哥，他好像是为了灭火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帮人干什么呢？刚才，哎呦，好大一团火呀！哎呦，星星火火，哪里有？特别大。走吧，走吧，玲玲还等着我。很吓人的。不管，赔钱赔钱赔钱，烧树赔钱，看树也要赔钱。OK， 火将军不要激动，鄙人赔就是了。出门匆忙，就带了这么多。我跟他开玩笑，他还真当真了。好吧，那树的事情就算了。鄙人正是……说，你是来这里干什么的？主上，任务已完成，现在通界之光已经消失，灵怀看来应该燃烧殆尽。你的伤被谁打的？被曹彦兵的守护灵。曹彦兵的守护灵？不可能，曹彦兵的守护灵10年前就战死了。不是于禁，而是许褚。许褚，虎痴，还真是个出人意料的小子。不如就让我亲自出马宰了他，以绝后患。火将军自会有人料理，你不必挂怀。服部，带黑儿下去治伤，另外盯着曹彦兵。是。守护灵的召唤会对祭灵人的身体产生负担，
尤其对从未召唤过守护灵的你而言，接下来，你的双眼会充血，然后会流出少量的鼻血。最后，你会眼前一黑，无力晕倒。哎，哥，苍蝇兵，哥，苍蝇兵。玄亮，耶，赢了，耶！ Give me five。哎，哥，你拿这十殿阎罗干嘛？那个女人呢？你说夏玲姐啊？她说她父母过来了，去和家人吃个饭。给我出来一下。打我记事起，这棵树就在我家的院子里。我早就习惯在槐树下下棋、喝茶、玩手机、抢红包。我还会把洗干的衣服晒在树上。可现在，竟然变成了一堆焦炭。看来火将军对灵槐树似乎一无所知啊。灵槐树栽种于东晋太元年间，至今已经1600余年了。1600多年。火将军可知道灵域和人界的关系？灵域是一个世界，人界又是另外一个世界。这话是没错。但灵域是如何产生的呢？上帝7天创世，难道灵域也是被造出来的 ？Bingo， 嘿嘿，小弟弟答对了。你这个神棍！你！美女这边请。好，谢谢。你好，菜单，谢谢。哎呀，夏玲姐、鬼叔叔，我不行了，先去睡了。屋子多，你们自己找地儿睡，我就不管你们了。晚安。鄙人知道夏小姐心里一定有10万个为什么想要问我。第一，请问您到底是谁？鄙人既然穿戴成这样，就是想让人认不出我本来的样子。第二，你说有人要害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有你说
我在公交车上大难不死，只是一场意外，你还说我原本就是一个死人。因为夏小姐是祭灵人，在车祸发生时，夏小姐的守护灵出现，并且保护了夏小姐，否则夏小姐恐怕难以在那场车祸中生还。那场车祸跟这一切有关系吗？可为什么车祸之后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记得了？车祸啊，只是一个意外而已。至于夏小姐为什么会失忆，我就不能解释。也许医生的意见会更专业些吧。第三，那个要害我的会隐形的，叫什么？艺人，他为什么要害我？因为你是祭灵人。不知道火将军是否跟夏小姐提过，鄙人广发言灵信，让祭灵人们小心一个叫王国的极端组织。他们捕捉其他的祭灵人，强迫他们加入组织，是一个类似邪教的组织。所以那个隐形的艺人是来抓我的。是的。玲玲，给你。今天买了好多东西，腿都快跑断了。快坐，快坐。哇，这么多东西。高脂肪，哎，高糖分。这也不让吃，那也不让吃，你点它干嘛？给你爸吃。来，吃。哎，来，多吃点蔬菜。女孩子要保持好身材，不然嫁不出去。我这才多大呀，妈妈！我现在人生刚刚开始，美丽的小花即将就绽放。牛顿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上帝，努力地去证明上帝是真实存在的。你们认为他傻吗？神学是待解释的科学，灵域确实是被创造出来的，但并不是被上帝。火将军，可知道宇宙是如何产生的吗？大爆炸。宇宙大爆炸理论阐明，宇宙是诞生于一场爆炸之中，而爆炸的宇宙一直在不断的膨胀。创造灵域的人借用这个理论，用一场大爆炸制造出一个起初很小的空间。起初很小的空间，所以灵域也在。这个起初很小的空间不断的膨胀，直到变成现在这个广袤无比的领域，而这膨胀的领域也在不断地探索自己的边界，直到有一天，砰！它撞上了人类的世界。撞上人类的世界，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泡沫撞上了另外一个泡沫，两个泡沫相撞，会发生什么？泡沫相撞会发生挤压。但是我更喜欢用空间的涟漪来形容这个现象，而这个现象有你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名字——门。原来来往两界的门是这个呀。宇宙是一直在膨胀的，灵域也是在不断的膨胀。如果说这两个泡沫不断的互相挤压，那又会发生什么呢？小泡沫会挤进大泡沫里，成为大泡沫的一部分吧。Bingo， 小弟弟又答对了。这个小泡沫里装着一个世界，大泡沫里装着一个地球。当它们接触的部分破掉的时候，这两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呢？空气会对流，环境会融合，然后形成一个新的世界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那会是一个巨大的、华丽的漩涡。是灭世的漩涡吧？对，是灭世的漩涡，血淋淋的搅拌机。那么，为什么现在世界还没被毁灭呢？毕竟空间是一直在
膨胀啊。好吧，让我们回到整个话题的开始。因为有灵槐树，所以现在我们还都活着。这样，我们来做一个比喻吧。灵域就像是一个不断拉伸变大的塑料薄膜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塑料薄膜的边缘上钉上一颗钉子，将这块薄膜钉死在地上，这块薄膜就不再变大了。灵槐树就像这样一枚钉子。那一枚钉子也不够啊。说得好。所以在1632年前，御灵使为了控制领域的膨胀，在灵域和人界的交汇边界处种植了12万棵灵树。12万棵，12万棵，它们分散在千千万万的镇魂阶中，但大部分并无镇定空间的作用，只是掩人耳目。只有其中的1/1000才是真正镇定空间的钉子。这1/1000又被称为灵树，灵槐树便是其中一棵。所以，只要这12棵灵树被炸毁，灵域和人界就完了。不用都被炸毁。想象一下，这块薄膜一直拉长，如果其中的几颗钉子被拔掉，那剩余的钉子，剩下几个钉子就会自动崩溃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毁掉6棵灵树，其他的灵树不攻自破。诸位可以想想昨夜看到天空中的异象，就知道我的话并非危言耸听。我只想知道，毁掉我家这棵树的人到底是谁，而你为什么又在关键时刻出来控制火势？唉，不知道火将军是否看见，昨夜灵槐在被毁之前，长出了一节新枝。灵树的这种现象被称为启明。12棵灵树都蕴含着巨大的力量，只有在启明之后才能被毁坏。启明，灵槐1632年前被栽种，昨夜是第1次启明。这秘密本来就只有极少数人知道，火将军不知道也属正常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灵槐树在我家院子里长了1600多年，我不知道算正常，而你知道也算正常？火将军见笑了。你看我这身打扮，当然是乔装。鬼符三通这个名字这么奇怪，自然也是化名。毋庸置疑，我肯定是个很牛的人，所以我知道，当然正常。火将军是不是有一种反驳无力的感觉？不过没关系，我接下来要说的话，请火将军记好。灵槐树启明之后长出的新枝，被称为灵槐枝。只要夺回灵槐枝，便能修复灵槐树。我愿意帮助火将军，一道夺回灵槐枝。我拒绝。哦，我只管这条街，拯救世界不是我的画风。请鬼先生带着你的话，请便吧。就算昨夜闯进你家院子里的人你不愿意追究，那么10年前杀了你的朋友和守护灵的人，难道火将军也不想追究吗？